威震天，决战的时候到了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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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砰砰砰！我们的身手明明差不多，为什么你能打中我那么多枪？你的背包这么大，我闭着眼睛都能打中你啊！海之宝又砍我预算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967，今天带来这款蛇年限定的领袖之刃擎天柱啊。这款我本来是没打算做视频的，因为之前毕竟做过一款2版天雷盾柱子的视频了，但拿到手以后呢，发现它这个涂装真是太漂亮了，所以我真的是忍不住给它做了期视频。这款涂装可以说是可变擎天柱里面涂装做的最漂亮的，而且身上这个金属漆真的是非常闪亮，它这个配色也可以说是可变擎天柱里面最还原动画的了。出版的配色跟动画里面也是有点差距的，当然这两款我买的时候卖家都已经涂过一点了，就这边还有这边还有这边，就卖家都涂过一点了，就是都不是原版配色了。就这个分色虽然比起布鲁可擎天柱是差了一点，但它身上这个金属漆对比布鲁可擎天柱真是漂亮太多了。2版擎天柱这个模具本身的问题我之前已经说过了，就这个模具可以说是全方面被出版吊打，就是我到现在还是坚持这个观点，就比如它这个背包以及这个可动，还有整体的美型上也都比不过出版，就只有造型上比出版还原了一些。就怎么说呢，光看2版可以说是非常可惜的一个玩具啊。我觉得当时要没有成本上削减的话，2版我觉得是有潜力超越出版，但可惜撞上成本削减，就最后做成了一个这个大背包，而且可以看到身上这个空洞真的非常多。出版玩具虽然说不是完全没有偷胶吧，但是整体偷胶程度没有像2版那么严重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胸部这里的配色是没有那么还原的。首先胸部下半这一侧是没有涂装的，就这款身上不是说没有红色塑料，就这一侧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灰色塑料，因为动画里面这一块是红色的。然后像我刚刚说的，上面这些这个银漆都是卖家涂的，下面这里的2个连接件依然是用了灰色零件，就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突兀。除了这里凸起没有涂装，以及内部这种偷胶细节没有涂装以外，它身上其他涂装真的是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啊。这次连小臂都给上了非常亮的金属漆，像天雷盾柱子这边这个小臂，它就是透明件，这里我是涂过了，这原版小臂是那种比较深的像褐色或者茶色那种颜色透明件的，就跟这款这个车窗颜色一样。然后天雷这款这里这个颜色反而是对的，但下面也不对了，下面这个红色也是我涂的，就这个透明件原本放在这非常突兀，然后这次这个脚上也给了深色涂装。然后2版日版的擎天柱好像也是少数本体没有用贴纸的玩具啊，日版的2版非常喜欢用贴纸，相信玩过人都知道，这贴纸真的是非常容易起皮的，就贴纸玩起来这个可玩性真的是大打折扣，所以这款没有用贴纸真的是非常好评。至少我买的天雷盾和这款蛇年限定柱子都是没有用贴纸的，就只有在武器上用了贴纸。这款蛇年限定比较可惜的地方是，这里没有给机器人标志，而给了一个比较契合蛇年主题的一条蛇。这里如果给了机器人标志的话，那真是可以说是完美的一个2版 TLP 擎天柱。然后另外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在于，这款由于变形关系，胸口有个大洞啊，这是2版模具的通病了，就每个模具都有这个问题。后来用擎天柱模具改模的通天晓是把这块给填上了。然后这款给了一个蓝色目标战士，2版配件美版和日版应该都挺不一样的，美版配件喜欢给轴动武器，但是我买的2版美版基本上都没有配轴动武器了，所以说美版轴动武器到底玩起来怎么样，其实我也不太清楚。然后日版又喜欢给目标战士，这款给的是这个蓝色目标战士，像天雷盾给的目标战士就是灰色的。日版目标战士一般是会去尽量还原他们在动画里面使用武器的样子，但是说实话，就这款看起来是比较一般，就整体差异还挺大的。而且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给了蓝色，这个蓝色我个人感觉是比较突兀的，所以说我是不太喜欢这个目标战士的。然后目标战士变形方式也是非常简单，这样就变形完成了，就这个变形难度基本上跟那种遗物变形感觉差不太多了。2款目标战士放在一起对比就是这个样子。你要说细节方面的话，感觉是蓝色这款确实给的更多一点。然后这个本身由于是变形非常简单嘛，所以说它后面基本上造型非常累赘啊，就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个枪管，就是确实不太好看。但怎么说呢，它毕竟是个附加玩法，所以我的要求可能不会过于苛刻吧。武器收纳的话，可以通过这两边这个5毫米接口来直接给插上去。收纳起来就是这个效果。如果你想的话，你可以去网上去搜一下出版的武器啊，因为用的都是5毫米接口，并且手型也差不多，所以说出版武器和2版是可以通用的。但比较可惜是出版武器它比例对于2版来说有点过大了，因为毕竟出版身高是比2版要高的。
并且出版武器都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收纳了。还有一点要说一下是，这款它是以套装形式来发售的，就是它是跟宇宙大帝一起捆绑销售的，所以说这个套装也可以叫宇宙大帝套装了。就这款我是买了拆卖的，所以说我是没有宇宙大帝的，就在这里就没有办法给大家进行展示了。那接下来看一下这款的可动吧。头部抬头低头是这么多，侧头是几乎没有，头部平转有360度，胳膊旋转有360度。这个关节我在做之前视频的时候应该也说过，就是这边是个斜着向上的一个球关，所以导致它做一些像这样的姿势的时候会受限。当然本身这个筋还挺大的，所以说这球关就算是平着，那其实也大差不差。侧抬是这么多，大臂平转在这里有360度，虚手是这么多，差不多90度。手腕有个变形关系，可以往上收，腰部没有任何可动。腿部前踢是这么多，腿部侧踢是这么多，后踢是这么多。大腿平转在这边有360度，屈膝是这么多，超过90度。脚部接地是这么多，如果你把前敲开来的话，是可以到90度的。前后接地是这么多，就可以看到这款可动是确实挺差的，而且它摆 pose 其实挺愣的，就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我基本上是直接让它正站的，就很少用它摆 pose， 因为它摆 pose 就是看起来非常奇怪啊，就是实在太愣了。这款身上的红色金属漆，我感觉跟这款 FOC 日版的擎天柱是比较相似的，就都是那种非常非常闪亮的金属漆，就看着真的是非常赏心悦目。对，之前忘提了，不过我做之前视频的时候应该也说过，就后面这个背包玩起来非常难受，因为它是完全没有固定的，就你经常玩着玩着，这就东倒西歪的。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变形吧。那么这款车型就是这样子啊。这款变形手感，说实话，我感觉是不如天雷顿擎天柱的，就能感觉到它身上很多地方是比较卡色的，而且这个卡色感觉上也不是因为涂装引起的，因为很多地方感觉都是关节上有点紧了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这款卖家做点加固之类的。这拿出出版擎天柱车型来进行对比了，这个出版擎天柱，说实话，车型是很难打得过二版，它基本上也只占了一个尾部比较长的一个优点。这边再拿出天雷顿柱来进行对比。哦，对，这个我之前说没有贴纸，全是我搞错了，因为这个天雷顿柱子，我现在想起来是卖家卖我说贴纸掉光，这个比较难崩，就是大家不要在意啊，这个我之前说有问题。就可以看到神岩限定这个配色真的是比天雷顿要漂亮太多了。天雷顿这个优点就是它这块由于用的是红色塑料的，所以这块并不像神岩限定这样会有一块比较突兀的银色。不过后面把这块涂成红色就可以好看很多了。这里这个颜色差异反而跟出版这个宗门感觉有个那种异曲同工啊。出版这个分两版啊，一版宗门，一版红门。我这个是宗门的。就这里可以看到，这款这个密合性实际上是比较一般的，就这里是密合不上的，
天雷顿柱的这边就是没有这个问题。这款滚动性也是非常不错，它6轮的全是铆钉轮。然后车型的话，这边终于有汽车人标志了，这只能说人形没有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总的来说，这款如果价格合适的话，我是非常推荐的。主要还是在于这款现在绝版了嘛，就价格不太稳定，而且很多是那种按照原本套装来卖的，就可能价格会比较偏贵。我这个由于拆卖的嘛，所以说价格是比较偏便宜的。我建议大家如果只想买这个的话，可以蹲那种拆卖来买，主要还是看价格怎么样吧。那这就是这期所有内容了，大家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